承载着中华全民族拥有世界无比的云水青山和生态保护区的传承。这还是敬畏自然，让我们有实际行动科学自然创业。已进入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属违法行为，将受到100至5000元罚款。在保护区内进行登山穿越行为不仅违法，而且危害自身安全，请立即止步，原路返回。森林防火重于泰山，进入林区严禁携带火种，严禁吸烟，严禁野外用火，请保护自然环境，自觉带走垃圾。嚟到陝西省想去登山，大多數人都將個注意力集中咗喺三山五岳中嘅西岳，亦即係華山。其實呢度仲有一個時常被一般遊人忽略嘅名山，而事實上呢一個山喺中國嘅地理位置上係佔有重要一席位，佢就係中國南北分界線秦嶺山脈上嘅最高峰太白山。太白山嘅主峰拔仙台，高海拔3767米，唔單止係秦嶺山脈嘅最高點，亦係青藏高原以東嘅最高山峰。但係基於保育同埋安全嘅理由，拔仙台係嚴格禁止遊人攀登嘅，而一般遊人最高係可以去到太白山接近山峰頂嘅一個平台，叫做天圓地方。高海拔3511米，亦非等閒。今日我同 ATAT 就帶你去一次太白山。如果喺西安出發，係可以去西安汽車站坐長途客車，直接去到太白山遊客中心嘅，車程大約係2個小時。但係記住係西安汽車站，而唔係西安市汽車站。千祈唔好搞錯啊！由西安市中心坐地鐵到西安站，跟住由南廣場出口離開，一出到地面，第一眼就會見到宏偉嘅西安城牆，跟住向右前方向走，穿過城牆嘅底，喺右面就會見到西安汽車站啦。前去櫃台買好車票，就可以入去旁邊嘅候車室等候上車。現時早上開出去太白山係有4班車，分別係7點半、8點、8點半同埋9點半嘅。而每班車喺開車前嘅15分鐘就會停止售票。同時呢度係冇回程車票買㗎，要去到太白山遊客中心再研究研究。上咗客車補多一覺，瞓醒就到太白山啦。落車之後直接入去遊客中心購買景區嘅門票。景區票呢係包含不限次數乘坐景區嘅觀光車嘅，而觀光車就係接載乘客一直去到下板子，而途中呢就經過幾個景點同埋天下索道嘅下索道站，即係登山站。遊客可以選擇喺站點落車遊覽，然後就上返後來嘅班車繼續旅程。我同 ATAT 因應住我哋嘅目的係要登上太白山嘅最高峰，要規劃好時間，所以喺途中我哋只停留咗喺蓮花峰瀑布，都值得嚟睇一下嘅。之後就上返景區嘅觀光車，直接去天下索道嘅下索道站坐索道登山。乘坐索道係嚟到先至買票，我同 ATAT 計劃坐索道上，然後徒步落山，所以就只買咗單程票啫。
上到山頂，由上索道站出嚟，竟然有一個意外嘅收穫，就係近距離咁睇咗一場免費又精彩嘅表演。睇完表演，我哋又繼續研究我哋嘅行程啦。我哋嘅原意係由索道上到嚟，即係呢度叫天圓地方嘅平台，徒步去到太白山嘅主峰，亦即係最高峰嘅拔仙台。但係之前做資料搜集，有零碎嘅資料顯示，拔仙台已經被封閉，不得進入，唯有見步行步。當然嚟到呢度天圓地方，梗係要先周圍行下先啦。行完晒天圓地方，已經係時過正午，我哋決定先食啲嘢，再繼續行程。喺海拔3500多米嘅高度食碗杯麵，真係零舍好味。食飽飽，跟住我哋就向拔仙台嘅方向進發。嚟到呢度見到閘門，果然再往前面就係保護區嘅範圍，一般遊人嚴禁穿越，否則就罰款100至到5000蚊嘅人民幣。而閘門之後亦都係由呢邊通往拔仙台嘅唯一一條徒步路線。根據網上嘅資料，太白山拔仙台所在嘅敖泰線確實係中國登山事故率最高嘅徒步路線之一。自從2012年以嚟，敖泰線已經造成超過50人死亡，而僅由2021年至2025年間就發生咗大約11單嘅傷亡事故。2026年嘅元旦更有一次造成3個人遇難嘅嚴重事件。上呢條路線重開真係遙遙無期。由閘口呢度，如果可以繼續徒步到拔仙台，係要喺3500米高海拔以上走大約9公里，連埋高低起伏，總爬升可能會超過300米，而且路徑陡峭、浮沙碎石嘅路面為主，絕不容易。原本
我同 ATAT 嘅計劃係需要去到臨近拔仙台之前嘅大椰海住一晚山屋，第二日去登頂，然後沿路返回天圓地方，再繼續徒步落山嘅。而家既然證實咗封路，就只好回頭。行山一定要以安全至上，冇必要冒上生命危險，又犯規犯例啊！我哋做計劃嘅時候已經預咗有封路嘅可能性，一早有咗第二個方案，所以而家鬆容回頭，徒步落山，今晚返回西安市都冇咩大不了。我哋回頭嘅時候仲遇到一個來自浙江嘅女仔，同佢一邊行一邊傾咗一陣。佢同屋企人嚟到旅遊，但係就只有佢比較好動，所以自己嚟行一段路，屋企人就喺天圓地方等佢。如果呢位女仔有緣睇到呢條短片嘅話，請留個言打個招呼啊！出外旅遊就係咁噶啦，只要你放開懷抱，就四處都有可能會遇到唔同嘅又正面嘅體驗。嚟到呢個分岔路口，佢就轉右返去天圓地方同家人會合，我同 ATAT 呢就轉左繼續落山。我哋由分岔路一直向下行咗大約5分鐘，就到咗上板子。再行大約5分鐘，就到咗拜仙台。返到去遊客中心已經係過咗下午6點鐘。由於回程嘅長途客車資料不明確，我哋已經計劃咗打車去最近嘅楊凌南高鐵站，搭高鐵返去西安北站，然後再轉地鐵去酒店。點知又俾我哋遇上長途客車嘅工作人員，
搭到最後一班開7點嘅客車，返去地鐵嘅西安站，亦即係今朝上車嘅地方，咁就省咗我哋一啲嘅麻煩啦。返到嚟西安市區已經安心，我哋就喺地鐵站附近揾到個餐廳試下啲新菜式，悠哉悠哉享受一個晚餐，圓滿今日嘅行程。